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同时，我们也在6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欢迎阅读本期中国简报。今天是2023年5月19日，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最新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新闻，以及独家专家分析。如果您觉得我们的内容有帮助，请订阅我们的实时通讯。独家分析：中国地方债务问题解决的一揽子方案。因篇幅限制，我仅简单罗列债务问题解决的基本思路。1. 确保在债券市场上公开交易的4类债务不发生违约。2. 从金融稳定角度上看，Y 部分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最大，利息成本最高，产品结构不透明，需要将其透明化重组，将成本降下来，并且将重组后的债务转化为其他几种相对透明的债务，至少转化为 X。3. 暂时稳定住房地产泡沫，因其与地方政府债务、宏观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几个问题都交织在一起。一旦房价暴跌或者暴涨后再暴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马上就会爆发。4. 严格检查所有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对地方政府债务的暴露程度及早处置。事实上，中国4000多家银行中，特别是大量的中小银行，因已存在大量如美国的硅谷银行和第一共和国银行，以及欧洲的瑞信银行那样的资不抵债的银行。5. 严格审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将可能发生违约的债务尽早发现，尽早处置。同时，各级地方政府大大小小2000多家融资平台公司也需合并关闭。6. 以上都是应对短期风险的。要从根本上避免未来地方政府债务重新积累，需要改变的是畸形的分税制和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体系。7. 除去以上几条，大概还有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变卖资产，地方政府开源节流，必要时负债率很低的中央政府承接地方政府的部分债务。目前看，中央政府还在声称谁家的孩子谁抱走，貌似不会帮助地方政府还债，这就意味着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距离标本兼治还很远。但是，债务危机的爆发时点，中央政府显然无法决定。或许，一个雷曼时刻会让中国中央政府更积极面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解决办法系列之2，作者李卫军，中国简报特约经济学家。加拿大将在7国集团峰会上宣布新的俄罗斯制裁。来源：多伦多新报。预计加拿大将在2023年7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针对涉及军事技术的俄罗斯公司，并制裁侵犯人权的行为，特别是在俄罗斯转移和监护乌克兰儿童。国际刑事法院指控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和俄罗斯儿童权利专员玛利亚·利沃娃·贝洛娃从乌克兰绑架儿童。峰会将解决由中国和俄罗斯造成的地缘政治威胁，加拿大将推动对乌克兰的支持。G7 国家预计将宣布进一步制裁措施，其中美国计划将约70家实体列入黑名单，制裁涉及俄罗斯国防工业的300多名个人、实体、飞机和船只。独家：美国咨询公司 Mintz 的高管在中国突击搜查后离开香港，消息人士。路透社。总部设在香港的美国咨询公司 Mintz Group 的员工，在3月北京警方突击搜查后离开了该地区。此举是为了确保工人的安全，并且由于中国警方的调查存在不确定性。此类公司打击行动令香港公司感到不安，他们仍在努力在中国计划于7月出台新的反间谍法之前与当局划清红线。这导致公司重新考虑他们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交易，因为一些员工搬迁是为了确保他们的安全而采取的临时措施。资深中国基金经理看好被忽视的消费类股票。彭博社 Artisan Partners Asset Management 的 Tiffany CEO 表示，投资者应该超越步履蹒跚的中国经济，并利用零售和旅游服务领域的机会。Shao 说，中国经济的反弹似乎受到了 COVID 重新出现的打击，消费零售股领跌，有些股票完全被忽视了。他对分众传媒信息技术等平台广告股和旅游股更感兴趣，认为中国消费者不会像美国消费者那样迅速回到可自由支配的支出中。Shao 查看其他数据来指导他的决策，
包括中国主要城市的客流量，这表明经济正在复苏得很好。泽伦斯基将访问广岛，七国集团加强对莫斯科的控制。日本时报，在广岛开会的七国集团领导人承诺采取新措施来遏制莫斯科的战争机器，希望增加俄罗斯及其支持者的冲突成本。欧盟打算加强对俄罗斯进入七国集团经济体的限制，并在之前的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包括对俄罗斯侵略所必需的物品的出口禁令，以及针对制造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服务业等关键行业的出口禁令。G7 将继续寻求俄罗斯军队和装备无条件撤出乌克兰的要求，同时重申他们打击与莫斯科侵略有关的个人资产的承诺。贝莱德的李威表示，市场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彭博社，贝莱德全球首席投资策略师李威将他在金融领域的成功归功于他在青少年时期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磨练出的数学技能。居住在伦敦的李向彭博市场解释说，他最初是被市场的快节奏和一个人可以吸收所有这些并做出反应的感觉所吸引，最初是偶然进入金融业的。他还培养了对自己内向倾向的认识，以及如何在与更自信的同事打交道时发挥自己的优势。他对年轻同事的建议是可替代。在采访中，李伟对央行的长期有效性表示怀疑。他表示，尽管2023年3月的银行业危机已经稳定，但中央银行供应方工具的成本，特别是应对 COVID-19 影响的措施，高于需求方工具的成本，使经济变得脆弱，增长将放缓，并且可能会出现金融裂缝，例如没有资金的减税和商业房地产的资金压力。虽然告诫不要着眼于长期，但李伟说他全神贯注于建立深度和专业知识，以及制定非常严格的流程，以在整个投资组合背景下产生观点。值得注意的是，他说净零过度和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力量需要更密切的关注。贝莱德是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之一，主动管理的资产超过9万亿美元。G7 最新消息，领导人表示，只有俄罗斯全面退出乌克兰和平才有可能。日经亚洲，预计在广岛举行的七国集团 G7 峰会将突出乌克兰战争、中国日益强大的实力以及对台湾的威胁。来自印度、韩国、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澳大利亚的领导人也将出席今天开幕的峰会。讨论还将集中在涉及供应链、经济和能源安全的问题上。印度出席峰会预计将在 G7 中形成对发展中国家的关注，而俄罗斯和中国最近对中亚的示好也将成为焦点。昨天，七国集团领导人在峰会前发表声明，强调他们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会动摇，并详细说明要采取新步骤以确保俄罗斯的侵略失败。也可能会讨论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以及他们对农业、医疗和人道主义产品贸易的影响。上交所着力帮助银行提高估值。南华早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已提出提高中国国有银行估值的计划，目前这些银行的账面价值折让约 36%。该交易所总经理蔡建春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向高管概述了计划，其中包括建议企业举办更多的投资者关系活动和开发指数基金产品。中国的银行业仍然是最困难的行业群体之一。尽管43家银行在交易所的股价上涨了 5.3%， 中国最大的上市银行机构的股价今年上涨了 16%， 但工行的股价仍低于其资产净值 44%。澳大利亚总理确认北京邀请，称中国必须取消贸易禁令。悉尼先驱晨报，将出席 G7 峰会的澳大利亚总理 Albanese 呼吁中国取消对澳洲贸易的限制。尽管中国取消了对澳大利亚木材的禁令，但由于对人权和国家安全的担忧依然存在，他仍对葡萄酒、海鲜和其他行业实施制裁。Albanese 表示，至关重要的是消除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贸易的任何障碍。预计 G7 领导人将讨论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问题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峰会还将讨论中国使用经济胁迫的问题。中国习近平承诺向中亚国家提供数十亿美元贷款。日经亚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承诺向5个中亚邻国提供37亿美元的新贷款和赠款，以填补俄罗斯在这个资源丰富地区的空白。习近平在为期2天的西安峰会结束时宣布了这笔资金。他在会上概述了加强与前苏联国家在基础设施开发、贸易、能源和军事交流方面合作的更广泛计划。中国诺贝尔奖获得者莫言在最近的演讲中使用了 ChatGPT。独立报，中国诺贝尔奖获得者作家莫言透露，
他在最近的颁奖典礼上使用 OpenAI 的 GPT-3 语言模型帮助撰写了一篇表彰作家余华的演讲。在活动中介绍时，他承认在寻求博士生的帮助之前，很难写出表彰信。中国表示将致力于更好地解决赞比亚债务问题。路透社，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高度重视赞比亚债务问题，将共同寻求解决方案。此次表态是应赞比亚总统哈卡因德·希奇勒马希望与习近平主席会面，就赞比亚债务重组问题做出的回应。中国经济再次增长，那么为什么投资者要退出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自中国于4月18日发布第一季度经济产出数据以来，世界各地的中国公司已经损失了约5400亿美元的价值。分析师表示，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中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以及北京对咨询公司的打压等多重压力下，投资者已经削减了对中国的敞口。中国纳斯达克金融中国指数自4月18日以来下跌近 5%， 香港恒生指数也下跌 5%， 同期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分别下跌 3% 和 6.5%。与此同时，作为投资者情绪晴雨表的人民币在4月份下跌了 2% 以上。总部位于香港的开源资本首席执行官布罗克希尔福斯表示，担忧主要集中在该国的基本面可投资性。这指的是中国的政策风险和地缘政治担忧，包括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以及北京对外国咨询公司的打压。俄罗斯总理将于下周在中国会见习近平。路透社，俄罗斯政府宣布，俄罗斯总理米哈伊尔·米舒斯今将于5月23日至24日前往中国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欢迎台湾旅游，象征性地推动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彭博社，中国将允许台湾旅行团来访，此举旨在加强与台湾的交流。该提议受到谨慎欢迎，台湾旅游协会计划就采取互惠措施的可能性展开讨论。此举是在明年关键的台湾总统大选之前采取的，因为国民党对中国更加友好，而共产党也热衷于拉拢他们。禁止中国人访问台湾的禁令仍然有效。G7 国家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德国浪潮， G7 将进一步收紧对俄罗斯的制裁，针对乌克兰激化的冲突实施新的制裁。在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之间的讨论之前，该小组在日本广岛市的和平公园献花圈，这是1945年第一次战时原子弹爆炸的场景。小组中的每个国家都将单独宣布。英国表示，他计划以俄罗斯钻石为目标，而美国的行动将包括切断大约70家俄罗斯公司与美国的业务往来。欧洲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还表示，该集团热衷于限制俄罗斯钻石的贸易。投资还是放松？西方汽车制造商的中国难题。金融时报，外国汽车制造商正受到中国国内竞争改善的打击，这正在压低价格并降低其市场份额。汽车公司正在考虑不同的行动方案，大众汽车等一些公司在中国加倍下注，而福特等其他公司则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方法，撤回商用车椅，专注于特定领域的发展并倾听消费者的意见趋势。这家美国公司的举动表明，汽车制造商在试图在具有不同销售趋势的地区扎根时需要谨慎行事。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未来投资核聚变初创公司。路透社，中国电动汽车EV 制造商 NIO 已向 NIO Fusion 投资 1.5 亿美元。NIO Fusion 是一家致力于开发技术，以在20年内将商业可控核聚变推向全球市场的初创公司。蔚来及其关联公司 NIO Capital 分别持有该公司 19.9% 和 10.1% 的股份，其他来源分别为 6.89 亿美元和 3.49 亿美元。根据路透社看到的一份公司注册文件，中国安徽省政府拥有 NIO Fusion 50%的股份。据市场观察人士称，聚变技术可以帮助世界遏制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排放。远离七国集团，非西方大国在乌克兰寻求和平。华盛顿邮报，鉴于七国集团由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组成的集团内部存在不同观点，全球参与者一直在寻求自己的乌克兰冲突解决方案。虽然西方国家发誓要向乌克兰提供大量军事援助，但其他国家一直在推动停止敌对行动和通过谈判实现和平。许多政客希望给外交倡议一个机会，并提出了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和平计划。
这包括中国的倡议，因为中国对俄罗斯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正在努力保持俄罗斯的优势并削弱乌克兰，而巴西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则鼓吹成立一个不结盟的和平俱乐部来调停休战，在指责西方通过运送武器帮助加剧冲突时进一步激怒了华盛顿特区。随着黑暗舰队的增长，中国加强了对旧船的安全检查。彭博社据报道，中国正在取缔使用旧船向该国运送石油。由于山东省实施更严格的检查，拥有20年船龄的 Titan 邮轮和另一艘运载俄罗斯石油的老旧邮轮 Ocean Perry 都无法在中国青岛港卸货。行业专家警告说，最近从伊朗、委内瑞拉和俄罗斯等地区购买旧邮轮以运输受制裁石油的数量激增。据信，中国对这些措施的打击措施促使对旧邮轮进行更严格的审查。中国的地位焦虑。外交事务。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好战态度正变得越来越普遍，尤其是当他一边指责美国虚伪和双重标准，一边以实物回应华盛顿的举动时，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更有可能挑战或寻求改革不能使他们与美国处于平等地位的机构。因此，国际秩序的持久性取决于其核心机构及其缔造者美国能否为中国与他们合作创造动力。当地缘政治的力量平衡发生变化时，新兴大国和老牌大国往往会发现自己处于被称为修昔底德陷阱的碰撞轨道上。这就是中美之间正在上演的局势，导致分析人士警告说，全球稳定与安全的前景不容乐观。华盛顿的一个充满敌意的政府被视为宣布了对中国崛起的开放季节，而在北京，习近平已成为世界上最直言不讳的全球化支持者，而且也越来越强硬，一个潜在的易燃混合物。现在悬而未决的问题是，这种不断升级的竞争将如何影响印太地区以及世界各地许多公民继续赖以实现繁荣与和平的全球秩序。应该指出的是，新兴大国总是寻求加入会因他们的加入而被稀释的独家俱乐部。在没有基本礼仪的情况下处理国际关系也存在风险，这会导致缺乏信任，进而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后疫情时代，更多中国人将健康、家庭置于职业成功之上。调查。南华早报 Prudential 对13个亚洲市场的5000名居民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大约2/3的中国人认为他们可以健康地生活到80岁。然而，尽管中国大陆的民众大多知足，但该国的快速老龄化可能会给其养老金体系带来进一步压力。自2013年以来，由于收入未能弥补赤字，养老金体系一直由政府捐款支撑。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表示，到2035年，中国将进入严重老龄化社会，预计60岁及以上的人口将达到4亿。欧盟的米歇尔呼吁与中国进行稳定和建设性的合作。路透社，欧洲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警告 G7 领导人，中国负有遵守国际规则的特殊责任，并敦促中国利用其对俄罗斯的影响力来结束对乌克兰的军事侵略。G7 领导人已在日本召开会议，审议中国的经济胁迫和其他相关议题，预计将发表一份关于中国的部分声明，涵盖围绕供应链威胁和经济安全的广泛担忧。欧盟热衷于降低贸易风险并使贸易多样化，以便解决过度依赖和不公平做法，尤其是中国的这种做法。美国就台湾贸易条款达成一致，给予中国的谈判蒙上阴影。日本时报，美国和台湾宣布了一项加强贸易关系的新协议，标志着去年宣布的一项倡议取得了第一个切实成果。在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表示，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将在北京会见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和美国贸易代表凯瑟琳·戴伊后不久，该协议不是正式的自由贸易协定，也不包括关税。底特律，北京批评美国为使美台关系正式化所做的努力。最新的协议将简化海关手续，减少卡车和船只的等待时间，并改善监管。拉姆·伊曼纽尔 Rahm Emanuel 表示，美光与日本的交易反击中国的胁迫。彭博社，美国驻日本特使拉姆·伊曼纽尔大使表示，美光科技与日本就下一代存储芯片生产提供资金援助的协议，开创了反击北京胁迫的先例，表明日本和美国将齐心协力帮助确保供应链不成为中国胁迫的目标。据报道，日本提供的财政援助价值约15亿美元。中国否认了这些说法，并指责美国发动贸易战和欺凌国家。伊曼纽尔列举了中国试图恐吓公司的例子，包括美国咨询公司贝恩公司、美光和名词集团。G7 向讨论如何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阿里巴巴令人失望的业绩令港股周线下跌。南华早报，阿里巴巴、腾讯控股和百度等港股因阿里巴巴第四季度 2% 的收入增长令人失望，以及对中国后 COVID 复苏正在失去动力的担忧而下跌。恒生指数下跌 0.9%， 科技指数下跌 1.8%， 而上证综合指数变化不大。高盛警告称，政府债务水平上升将限制中国通过财政政策推出更多促进增长政策的能力。然而，亚洲主要市场走高，日本日经225指数上涨 1%， 韩国 KOSPI 指数上涨 0.7%， 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最大汽车出口国。英国广播公司，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出口国，在2023年第一季度超过日本。这是由于对电动汽车的需求增加以及对俄罗斯的销量增加所推动的。自乌克兰战争以来，中国的出口量激增。中国汽车制造商，包括特斯拉的中国分公司上汽、比亚迪、吉利、奇瑞和长城，都受益于向电动汽车的转变和俄罗斯制裁提供的机会。特斯拉在上海的超级工厂目前年产能为125万辆，公司正计划进一步提高产能。人民币创3个月最大单周跌幅，考验央行承受力。彭博社，中国的人民币正在经历3个月来最快的贬值。随着离岸人民币跌至 7.075， 该国央行并未进行干预以阻止跌势，可能创下3个月来的最大跌幅。中国公布的数据显示，令人失望的结果影响了人民币。有人认为，该货币的下跌可能表明中国接受了新的心理门槛。目前，中国当局已允许货币对美元进行调整，但是如果货币低于商定的水平，它将予以反击。韩国告诉中国大使，希望继续进行经济合作。路透社，韩国财政部长 Cho Kyung-ho 与中国驻韩国大使讨论了经济合作，因为外交紧张局势主要源于中国对台湾的政策，给韩国经济蒙上了阴影。韩国低迷的经济及其占其经济近 40% 的出口行业已经受到全球对韩国技术产品需求低迷的打击。韩国驻华盛顿大使本月早些时候宣布，首尔将很快与北京开启高层对话。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分析和政策简报。我们的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自各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于访问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我们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发展的重要性，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访问我们的网站，加入对话并随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和发展。3w.6dobrief.com